nuclear power. The possibility of nuclear power. Advanced nuclear reactors is an option that we are seriously studying. 自从新加坡政府说要开始考虑建核电站之后啊，我在网上就看到了许多留言，有人问核废料怎么处理，新加坡会在哪里建核电站，还有许多人担心啊，会不会发生像福岛核电站一样的事故。那2011年因为地震和海啸，福岛核电站有3个反应堆熔断，它的辐射范围啊达到了方圆80公里。这个范围如果换成新加坡，就会像这样笼罩我们整个国家和海域啊。但有一项新的技术却可以把这个核电站的辐射范围缩得非常小，让它变得更安全。Small modular reactors. A game changer. SMRs are the future. 那这种叫做 SMR 的小型核反应堆是非常有潜力的一门技术啊。新加坡目前也在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探讨发展核能的可能性，但也强调还没有确定未来一定会使用核能。但假如新加坡真的要建这样一个小堆核电站，它能建在哪里呢？怎么确保它安全？这期视频啊，我们来比较一下不同的核电站方案，它们有哪些潜力，又有哪些风险？让我们看看新加坡真的走得了核能这条路吗？年博士，我在网上听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就是说一个核电站它发电的原理其实跟烧开水是一样的吗？其实啊，这个说法并不错。简单讲呢，其实核电站跟烧水真的很像。你像我们烧开水是通过热，然后把这个水加温烧开，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蒸气有从口里面喷出来。那么其实核电站跟这个也是差不多的。核电站里面有核燃料，那么它是这个核燃料通过裂变产生大量的这个热，把这个水烧开，然后呢，在高温高压的时候，这个水蒸气通过管道送到这个涡轮机里面，就可以来发电。那一个传统的核电站啊，它就可以这样生产1000兆瓦的电力，在任何时候可提供75万到100万户家庭的用电量。那小型核反应堆 SMR 则是把它的体积缩小，它能生产的电力啊也相对较小，大概是传统核电站的1/3。然而与其他能源相比啊 ，SMR 能在更小范围内产生更多电力。美国公司 NuScale 的 SMR 小到只有0.13平方公里，而它产的电力却相等于占地243.5平方公里的风力发电站。但体积小、能量大，并不足以说服新加坡人使用核能啊。如果真的要建在新加坡，我们到底还要看哪些条件呢？在任何一个国家，安全永远是排在第1位的，所以安全是最重要的。那么第二就是我们看最近的这个福岛的这个安全事故，其实它是由这个地震海啸引起的。那么这个地理条件也是很关键。那么第3个现在也是大家更关心的问题，就是核电站都会产生核废料，这些都是有辐射的。那么核废料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个就是一个1:1的核燃料模型。哇，这么小啊！像这样一块核燃料，它其实蕴藏着非常大的能量，相等于1吨煤炭，又或者是120加仑的石油。而它用完之后，就变成了我们所谓的核废料。一旦它进了核反应堆啊，经过核裂变反应以后，变成了乏燃料啊，或者说核废料，那个时候它就有非常大的这个核辐射了。在选核电站的时候，同时也要想好到底这个废料放在哪里。好是好在我们最早讲过，核燃料的体积很小，所以产生的核废料的体积也是非常小。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许我们能找到可行的办法。既然如此啊，博士，有些人就觉得核电站建在地下就好了嘛？你觉得这样子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理论上来讲啊，建在地下是可以的，但是当然也有它的问题。你比如说，如果放在地下，是不是具备合适的地质条件？一旦出现问题啊，或者说我们要去对这个核电站进行维修保养，那其实这个也是相对比较困难的，因为东西都在下面。OK， 那有人就想了，我们可不可以把核电站建在这些外岛上面？它的辐射范围是不是就不会影响到我们了呢？这个问题很好。现在新加坡外面都有什么岛？最出名的当然了，无名岛、德光岛，当然还有这些其他的这些比较小的岛。但是这个安全距离，像您讲的，就是说到底这个核电站放在这里或者放在这里，它的这个安全距离是不是会跨进新加坡？那要看我们选择到底什么样的技术。我听说现在这种小型的 SMR， 它的这样的一个设施范围就是这么一大的一个地方，其实它就可以把刚才我们看到的辐射范围缩在这么小的一个范围里面。当然，这个是我们最希望实现的，我们也是最希望看到的。当然了，中国是有的啊，俄罗斯也是有的，只是我们只看到2个这样，对，太少了，没有足够的样本去我们断定说 OK， 如果出现问题，那就是在场站范围内。那这些前沿的小堆核电站有许多都还在试水阶段真正投入商用的并不多。在中国山东有这家石岛湾核电站，
而在俄罗斯，他们有这样一艘浮动核电站，它搭载着2个反应堆，每一个可以产出35兆瓦的电力。浮动核电站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这个灵活性。可以是当然在我们这个新加坡周围的岛屿可以发电，且同时呢，可以你比如说去马来西亚或者是东南亚其他国家，它其实都是可以作为一个发电厂存在的。尤其是好像我们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包括印尼印尼其实已经在考虑是不是有可能去建一个浮动核电站。当然，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因为我们这个地理地域的限制，还有包括你比如说一些海啸、地震多发的这个带，其实大家也在考虑浮动核电站的可能性。那探讨了那么多核电站的可能性之后啊，我也关心核电站内部的安全性。核电站要如何处理这些核辐射非常大的核燃料？它有没有变得更安全呢？带着这个问题啊，我来到了新加坡核研究与安全院，这里的专家正在研究核能相关的放射性研究。Hello， 新伟你好，卞和你好。对，我真的很兴奋能够来到你们这个研究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核电站的技术发展很快嘛，它跟过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对，来，我要带你来看一看。这个就是一个传统的核电站，对，这个传统的核电站，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很大的部分，它就是这个安全壳。所以安全壳里面有装着一个很多不同的这个部件。这每个部件你看起来好像很微小，像 Lego block 一样，可是每个部件100吨以上，等于整个一个 Jumbo Jet 的那个重量。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新的 SMR 的这个设计，跟这个传统堆相比一下，这个就是它的这个 actual size。也就是说，这样大的一个SMR 的模型，其实放在传统的核电站也就这么大，这么大而已。对。那这种小堆核电站不仅更容易组装和搭建，它也设置了好几层安全机制。万一发生事故，这些控制棒就会插进反应堆，让燃料停止反应，然后再通过冷却技术散去这里面的余热。这种不需要人为干预的安全机制也被称为 walk-away safe。但除此之外啊，其实还有一种全新的方法来防止核燃料的烧穿和泄漏。这一盘是不是1:1的 TRISO 燃料呢？对，所以差不多每一个这个芝麻一样大的这个小球里面，包含着这个原子的燃料，所以这个原子燃料就在核心，外面就是多层的这个保护层，所以有几万颗这种小小这个芝麻的燃料，装在一个桌球一样大的石墨燃料球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人家所称的这个 fuel pebble。那这种 TRISO 颗粒啊，能够承受极高的温度，保证它不泄露放射性物质。也就是说啊，每一个球都是一个保护层，不让燃料烧穿，也就不会有核泄漏。中国的石岛湾核电站就采用了这种球床反应堆，它也是目前全球唯一把这项技术投入商用的核电站。但这些燃料用完之后，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处理它们呢？基本上有3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在这个核心里面，过后它就会经历我们说的什么湿藏，然后过后就是干藏，全部的这3个步骤的这个贮存都会在这个核电厂的这个设施内。就举一个例子来说，欧洲最大的这个核电厂就是乌克兰的这个 Zaporizhzhia Nuclear Power Plant。发电量是6000兆瓦，所以差不多等于整新加坡的所有的电厂的这个发电量。它操作约40年，它所有的这个乏燃料的这个贮存的这个设施，也不过3到4个足球场这么大。简单来说啊，这些核废料从反应堆里面取出来之后，温度高，辐射也非常高，需要在乏燃料水池放5到10年，把它冷却到了安全的程度之后，再转移到这些混凝土做的贮存桶里，存放在核电厂的设施范围内。所以当我们把它从水里面拿出来，放在陆地去储存之后，有一些公司会说啊，他们会去把它重新利用啊，这个有可能吗？这种做法并不普遍，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里面的你要取出那个剩余这个 uranium， 可是你从外面直接从那个矿场挖出来，其实那个成本也不太高。但同时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要去这样做的话，它还有很多政治的考量或者安全的考量，因为有可能会被人家拿去做核武器。对，所以这个部分反而是最头痛的。对。那我看下来啊，这些 SMR 核电站的安全技术已经比过去进步了很多。但毕竟实际在运作的案例不多啊，新加坡有没有必要成为这个技术的试金石呢？我们不会做第一个，我们会向其他的国家学习。毕竟，第一个会有很多风险，我们还在探讨，我们还在筹备，我们还在研究。
核能主要的是给我们能量的独立性，而且是一个能够永久持续的独立性。什么东西都需要能源，我们的那个人工智能，那些 data centers， 我们的那些芯片的制造 semiconductors， 到我们的医院，我们整个流动的一个平台都需要能源。那新加坡如果要发展核能，到底要做好哪些准备？我也把这个问题抛给了部长。第一就是它的那个安全的那个系统，这是最关键的。第二呢，它的那个缓冲的那个地区越小越好。第三呢，就是它的那个核能的能源呢，它整个 supply chain 呢，因为现在在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会有，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不愁担心说我们买不到它的那个核能的那个燃料来操纵我们的能源。那这期视频啊，我希望有帮助到大家更多的去了解核电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至于新加坡到底会不会迎来走向核能的那一天，就要看新加坡是否做好了准备，以及国人能不能接受有核能的未来了。